你知道在美国哪个州因为追车引发的致死率最高吗？都说阿肯色州的阿瑟 PIT 最为凶残。听到这话 ，GSP 不屑的冷笑，佐治亚州的阿瑟才是真正的马路终结者。不信你们看，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GSP 佐治亚州的阿瑟贝克尔在巡逻的时候盯上了一辆银色轿车，调查车牌显示老哥的车没有保险，而老哥在停车配合时还不小心压上了右侧的路肩，这也让阿瑟怀疑老哥可能还喝了不少。经验丰富的阿瑟见状，立刻把车贴得更近了一些，防止一会儿可能会折返跑。经验丰富是真的，但并不影响阿瑟摔跤，这让我想起了昨天的约书亚，该不会同样因为这一跤让老哥给溜了吧？不过好在阿瑟这一次没有护栏，没有耽误太多时间，直到上车起步还能看见前方老哥的尾灯。尽管因为摔了一跤导致晚了10秒出发，但阿瑟只是凭借一个弯道便追回了不少的距离。虽然还没有完全靠近，但至少也在可控的范围内。趁现在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哥的座驾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第7代丰田凯美瑞，这款车在当地最高搭载 3.5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72。但从老哥这个表现来看，极有可能只是一辆4缸的低配版，这还真是说不得。话音未落，老哥打开色盲模式，利用路口一脚油门，居然再次取得了大幅度的领先。配合着这条下坡路，阿瑟一时间连尾灯都看不见。好小子，居然不讲武德，这让阿瑟瞬间就来了脾气，一脚油门，倒起充电器立刻开始发力，准备让老哥见识一下4个缸之间的差异。但这里居然是一片低洼地，如此长的下坡让倒起充电器很难占到便宜。那就趁现在来看一下老哥是什么车技。好，4星巅峰，这是想拦阿瑟晋级。阿瑟又怎么可能甘心成为垫脚石？此刻前方大直线已再无障碍，此时不加速更待何时？车速一度来到220公里每小时，眼看剧情已经走向高潮，必须要换一台好的设备观看。我这台转转上买的 iPhone 13只要2000多，比新机便宜的10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够加2箱油的。我帮大家研究过了，转转是个专业的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拥有多种专利质检设备，只有经过专业工程师全面检验的正品手机才会上架售卖，全都跟新机一样，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和1年保修，闭眼放心买。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 ，iPad 的价格只要1500多，拯救者 R9000P 价格也只要3000多，同样很实惠。现在点击评论区南链还能领最高1000元优惠券，趁现在平台有活动，大家快去转转更新一波数码产品吧！一阵全速怕什么怕？阿瑟将距离缩短到50米以内，这个距离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还可以观察一下老哥的跑法，研究他的破绽。此时的时速170公里，可以看到在转弯时老哥的车身有些不自然，看样子是右后轮的备胎影响了车辆的发挥，这让老哥在弯道时不得不将速度降到更低。这是意外突发，由于入弯的车速过快，老哥急打方向出现了钟摆，好在老哥技术过硬才及时救了回来。反观阿瑟全程稳扎稳打，这一下日系车和美系车的底盘一目了然。不过阿瑟也并没有趁人之危，给了老哥足够的调整时间，看样子是想叫老哥输得心服口服。有了刚才的经历，再次入弯时老哥显得谨慎多了，不仅提前减慢了车速，转弯时也尽可能走内弯，不敢乱动一点方向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阿瑟跟在身后持续靠近，利用氛围灯和远光灯不断的给老哥施加压力，而老哥也用急刹做出了他的回应，直到打乱了阿瑟的节奏，老哥才开始再次加速。没想到这老哥非但不投降，居然还敢还手。阿瑟准备给老哥一点颜色瞧瞧，准备从右侧进攻瘸子的拐杖，但没想到老哥在关键时刻克服了心魔，一个变道卡住了阿瑟的走位。眼看进攻被粉碎，阿瑟倒也表现得无所谓，前路漫漫，还有很多机会，未知的选择，老哥不可能每一次都做对。今天就算是耶稣来，也保不住老哥这辆凯美瑞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哥的运气确实不错。阿瑟每次想要靠近时，总是被第三方因素干扰。出现路口，阿瑟不得不观察一番，确认无误后，再次加速进入战斗状态。这就是倒起充电器在直线上的实力。但才刚要动手时，前方又一次出现了 NPC， 这让阿瑟不得不再忍一波，让老哥多享受几秒的自由。但阿瑟没有想到，老哥居然主动朝他动了手，一个减速向右打方向，吓了阿瑟一大跳。如果不是因为及时减速，恐怕就会将车尾暴露给老哥。看老哥这个操作是准备恶向胆边生，这让阿瑟立刻冷静了下来，停止了激进的行为，开始稳扎稳打。每一次从右侧进攻都被老哥成功防守，这还是阿瑟头一次来到老哥的左侧。阿瑟准备尝试从左侧进攻，这回可真是猛踹瘸子的那条好腿。阿瑟才刚靠近，老哥居然又一次主动靠了过来，这一下蹭到了阿瑟的保险杠。可以看到阿瑟向右靠的动作非常轻微，这是想用最轻的撞击将老哥截停。倒是老哥多次猛打方向，试图将阿瑟给逼退，但他似乎忘了动力上的差距可是硬伤，才刚有一点空隙，倒起充电器便再次卡在了左侧。130公里的时速，缓缓的靠近老哥，这个距离把控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只是在后备箱上轻轻一点，
便让老哥的车彻底失控，用精准而优雅来形容，简直是一点都不为过。接着一个潇洒的掉头，来看一下自己的战绩。没有第三视角，也不知道这老哥经历了啥，这辆凯美瑞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阿 Sir 战战兢兢地走向了老哥，却发现车里毫无动静。刚才130公里的时速靠近，可都没这么害怕，吓得阿 Sir 赶紧呼叫队友帮忙。两人在车外查看的好一番，但无论怎么大吼，老哥都一动不动。看见老哥不动，阿 Sir 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直到15分钟后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，只怕此时的老哥已经在新手村开始练级了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18岁，名叫卡马里甘布尔，有着非法持有管制药品的前科，并且因为拒绝出庭，所以身上还有逮捕令。阿 Sir 还在他的车里搜到了管制药品，这应该就是老哥不敢停车的原因。没有想到，随便检查一辆车就歪打正着，只能说这个地方有点说法。好了，随着老哥重开游戏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